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退役中将邵汉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好，那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税战，你会觉得那个风向一直在变哈，这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昨天呢，大陆的外交部讲话很直白啦，每一次川普都骂人家那个什么谁做假消息，哪一台啊，全部都在乱讲。现在他直接说你美国假消息，什么我们在谈判，谈都没有，所有谈判资讯都是假消息。不对啊，我们不是听一般路人 ABC 讲的，我们是听美国白宫发言人讲的。甚或昨天大家就跑去问川普了，你看看川普怎么回应，听他的说法。Clarify with whom the U.S. is speaking with China. They're saying it's fake news that trade talks are happening. Well, they had a meeting this morning, so I can't tell you. It doesn't matter who they is. We may reveal it later, but they had meetings this morning, and we've been meeting with China. 我跟你讲，讯息时差啦，他们今天早上有谈，谁谈的不重要，就是今天早上有谈。好，美国总统再一次出来定调了，但是大陆官方呢，其实很直白的讲，就是假消息。那现在呢，看起来风向在转变了。纽约时报的讲法是因为呢，中方确实就对美国出口很大嘛，本来一直以为中国会跟他拜托 please 请求豁免，现在发现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呢习近平看起来是怎样决心要硬杠美国，所以一直以来白宫这边发言人讲法是说要谈判可以呀，主动拿起你的电话打给川普，川普电话会接。现在华尔街日报告诉你，你不要叫人家打电话，你自己赶快把电话拿起来啦，打电话过去人家会接啦。现在的状况已经变成这样了，纽时甚至讲得更直接了，你再杠吧，再杠下去会是什么？会真的变成了减一，也就是减掉美国。因为呢，亚太地区现在看起来，包括今天南华早报等等，大家都在讲，是希望呢不要放弃中方的这个市场，包括日本啊，包括德国，纷纷还是在问说，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我可以再去中方这里来投资？那如果你再这样搞下去，可能就把整个你原本的亚太地区的盟友，通通让给中国了。甚至呢，还说你忽略了它还有3个筹码没算清楚，包括了其实呢，中方报复的手段的深度，也就是呢，他现在也还是你美债主要的这个债主嘛，对不对？然后经济痛苦的容忍度，毕竟现在如果已经上纲到一个民族主义的话，那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跟你硬杠撑得了多久呢？再要来看到的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你反而变成了他的一个借口。现在美国呢，其实对中方并没有完全的缩手，虽然他一直讲说呢，太高了，我们可以调整，可以谈，但是该打的从不手软。锁定最新海运业，好，寄出的是301条款，也就是说呢，只要是用中方的船，我都要来看看呢，你有没有所谓的倾销问题呀、垄断问题呀等等等。那他们就讲这个会变成一个讽刺性的局面，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船几乎大部分是中国制的嘛，那大西洋集装箱航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直接跟你讲了，我是美国人啊，我是美国公司，如果你真的实行的话，那我们的公司就只能退出美国市场，因为我所有的船队都是 made in China。CNBC 是怎么讲的？说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船可以来美国了。目前前往洛杉矶的中国货船运输量说已经骤减了27%，但是中方的运输部讲，他们第1季的快递量呢，竟然是增加了有20%之多。那换句话说，如果中方这边持续在增加，美方这里却是在减少的话，是不是表示所谓的世界减一这样的局面正在慢慢形成？所以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来，中国外交部是很直白的说，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因为中国商务部很少把话讲到这么死啊，那同时它也不只是中国商务部，还包括中国的央行，因为潘功胜现在正在这个华府开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的会嘛，对，那他们也表示绝对不会谈到经贸议题，就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年会，那讨论相关的那个金融的业务啦。那为什么川普跟贝森特要不断的
他们两个大概就这样啊，一直对外说我的一切都很顺利啦，很顺利啊。比如说贝森特，他跟韩国刚接触完嘛，对，他说非常成功啊，那韩国一点也不认为有成功啊。韩国说我们可能要7月才有结果，感受很主观呐，我觉得好成功。韩国是很实际，是他要尊重下一任的总统嘛。对，那你贝森特凭什么说非常成功？我讲白了啦，他们两个都在护盘啊，就是护美国的金融市场啊，是怕美国的金融市场暴跌嘛，是，那我觉得川普现在最控制不住的就是金融市场，所以他要不断的释放顺利啊，一切都在预期中啊这样的讯息啊。可是这个久了会被人家拆穿啊，因为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底牌是非常清楚的，就你给我回到4月2号之前啊，不然我是不可能打电话给你的。为什么会这么硬啊？我在大陆的网站上就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蛮传神的啦。他说你本来给我连狗都不如的待遇，那现在给我狗的待遇我就要接受了吗？这意味着就是说我不能让你买空卖空啊。比如说美国，你没有按照任何规则来，你突然之间搞到145吧，好，你现在给我降到60。算最后给我降到10，好不好？那如果中国接受了，美国还是赚10啊。我为什么要接受？因为这个接受就会意味着未来可能会不断的这样啊。对，因为他破坏规则，然后搞了一个东西，然后你接受，那他未来就可以如法炮制嘛。那谁能够制约你啊？所以为什么欧盟也是这么强硬？这个强硬实际上是有原因的嘛。就是说我不能够让你那么任性，然后还得逞，不然这整个国际的经济的秩序就乱了嘛。我觉得有越来越多国家读懂了这个意思，所以你看那个日本也是一样，日本也知道跟美国谈税率是没有用的，他基本上就在谈说我可以开放进口什么，大概是这样啊。我认为印度跟越南也是如此。因为印度的税率比较高嘛，它17%，是，那美国给他课26%，那印度就说，那我们对于美国的进口税可以减半啊，可是美国也没有跟他谈26%的问题，目前美国没有针对任何一个国家谈到税率的问题，是，越南也一样，那如果是这样，那你的谈判，你有什么得呢？都是美国纯赚啊，其实我看到连我们的经济部长郭志辉最近都开始有智慧了啊。郭志辉前天讲话，他说我们会希望能够看到日本、韩国的结果，再来做调整。这个态度就是正确的。你没有必要冲第一啦，冲第一我讲白了，因为川普一定要做个样本嘛，所以你一定被割最多肉了。他一定要这样做啊，不然后面的人都给我加减什么？那我还谈个什么？所以他真的希望第一个就是日本，因为日本的肉够多，而且各种议题都扯得上，是什么贸易逆差怎么减少啦，国防预算啦，然后美债啦、汇率啦，都可以扯上，都有呢。所以他就希望日本是第一个啊。那他本来也料想日本应该我比较能够掌握吧，没想到也是很不顺啊。那我觉得也就是日本的精英啊。我认为日本的精英在这里是有共识的，这个不是石破茂的个人意见，而且日本的也有做民调，70%的民众认为不要让。那我跟你讲啊，石破茂后来这个月底，他们说事务官在一轮谈判嘛，对，结果还是派斥责亮正，也没有在往上提阶。对，你好歹也派经产省的人来吧，或者财政大藏省的人来吧，没有，还是斥责亮正。这个亮正是经济再生大臣啊，这个在日本的内阁是第2阶的那为什么你到现在还坚持派2军？你就不希望太快嘛，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川普未来很大的麻烦，因为人家就会慢慢看清楚了，看起来你不是很顺的，那不是很顺，
我认为它的金融市场就会再反应。所以川普未来要怎么处理会有困扰了。好，这看起来这一局这个战场打得不是很顺，所以他反手再来一个什么，就船运业301条款。但是这个呢，内部又开始会有声音，想要请教一下将军，您会怎么看？这个东西啊，川普这种无厘头式的这种乱抢钱的那种做法，人家都没办法接受吧？你要挖我的肉，还要摆那么高的姿态，而且弄得我不能活。现在问题是，人家的经济还要不要活？像尤其是小国家。第二个，那更扯了，人家造的船不能靠你的码头，还要缴钱，那比那个占山为王的强盗还土匪啊！强盗只绝标啊，对不对？没有人家飙车要拿啊。所以这个东西啊，现在中国大陆趁你疯狂的时候，给你做个有感反制，这场美国现在慌了。什么叫有感呢？你晶片几十万人，普通老百姓不会买，也没有感觉，企业老板有感觉。但你家里面的锅瓢碗盆、卫生纸、婴儿奶嘴一下缺货，你就有感，而且这有感的人是美国人口的大宗，对不对？港口船不来，掉头回去了，你港口税没有了，工人失业了，对不对？货不畅渠流了，这些东西就会造成很多人有感，你知道吧？有感才是可怕。政治人物啊，他可以胡吹乱扯，但是当老百姓实际感受，我买一个鸡蛋快要1块美金，我喝一瓶牛奶快要多少钱？这是每天生活上要用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虽然量这个价值不是很大的一个金钱价值，但是数量太大，所以这个问题啊，川普的牛皮现在已经吹破了。从说上任第一天，俄乌战争就停，对不对？中国大陆跟其他国家第一个会来找我谈，碰到中国，我不识相，我就是不谈，连电话都不接。急了，先放软了。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他非常乐见。现在呢，连你川普都要放假消息，再谈，是在你美国谈，还是在中国谈，还是几级的官员去打电话？你不是指望人家总统来给你打电话吗？习近平又不是泽连斯基，对不对？所以今天底气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对，双方都有损失，中国大陆有损失。对，下面问题就看谁的忍受度强。中国才脱贫没多久，你顶多让他顿挫一下，激起他更大的这个向上的决心。你进他的晶片，华为就拼命往上涨嘛，拼命往开发嘛。美国人是没有忍受度的，我是军人研究战士的，每次打仗时间一长，美国那程咬金3捕头打完以后就不行了，开头很猛，飞机、炸弹、导弹什么都很猛，时间一长，士兵开始在越南吸毒了，我们战场的压力受不了。阿富汗也没有多打多少硬仗啊，受不了了，他没有耐心的。这个国家的军人我很清楚，作战训练是不错，装备也很好，士气也不错。那3捕头砍完了就不行了，因为国内出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你今天我们的绿媒那些台独的朋友一天到晚迷信美国会出兵，所以我们要百般忍受去买美国人的好。我告诉你吧，他不会出兵，你那个保护符啊，比义和团画的那个符还不管用。所以今天问题，这个贸易战，亮哥讲得很清楚啊，干嘛啊？先把宝贝送上去，还抢了第1名，对不对？看看日本、韩国的态度，对不对？你今天还没有像日本那样被卡得那么死啊。日本被被麦克阿塞统治这么多年，已经把这个国家定得死死的，对不对？今天石破茂都敢，为什么？日本老百姓还要活啊。日本的经济真的很惨啊。我上礼拜我才到日本去了。东西卖得很便宜啊。对不对？农民苦哈哈的。是。所以这个问题哈，任何一个政治领袖都要为自己国家老百姓去着想。要不然你的政治前途就完了嘛。你川普还能撑到明年吗？
好，其实呢，如果说看到了川普他现在已经被人家指你都是假消息，当然他还在跟了哈。但我想请教一下大中老师，你觉得他会不会真的在心里面也感觉到风向不对了，会把电话拿起来打，而不是跟人家讲说你怎么还不打电话？我觉得其实北京跟华府都有面临一些压力啊，但是看起来华府这个川普的压力还是比较重。因为我们仔细看一下这2天北京的回应啊，一开始其实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回应啊，是面对记者询问到底有没有接触，他的讲法没有正面回复。对。但是到了昨天，包括商务部、外交部的发言人讲话就是斩钉截铁，基本上让你没有太多的空间可以说还可以这个可以那个，就是假新闻、假讯息、空穴来风门都没有。可是川普还是有看到一些，比如说这个美国的媒体，他还是有白宫释放一些讯息啦，匿名的讯息说有，其实中低阶的官员有接触。那甚至有人会说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外交部跟商务部讲的是双方没有就经贸关税问题进行任何的磋商谈判，更遑论有任何的协议，所以可能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接触，但未必是直中核心。所以这样的一些其实也是美国故意释放出来的讯息，但真相到底如何？我觉得目前看是每天一罗生门，但是里面还是可以看出一些趋势啦。我觉得这2-3个礼拜，其实华府有慢慢释放出一些空间跟所谓的下台阶，这下台阶可能也是针对自己，因为川普的讲法，我觉得有更多的软化的空间，包括财长贝森特的谈话。待会有机会可以再提，其实都是过去是硬中带软，我觉得现在是软中带硬。这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要有个空间给对方，但是北京目前并没有真正100%回应下来。为什么？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因为第一个，因为川普跟川普官员口中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叫做尊重。看他当时在白宫教训泽连斯基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但是。同理心，其实北京也是需要，他也是心中希望有这样的对待，就是你不能一方面极限施压，一方面逼我就范，然后最后里子面子全部是华府的，这北京会避免。那第二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川普有学习曲线，但是习近平在2017年、18年就跟川普打过关税战的交道，北京也有学习的过程。那过去很多事情是历历在目，再加上川普这种反复性，包括他现在有讲，可能不久之后。不要等90天，马上再来对等关税。是，那这些北京看在眼里，认为说我任何的协议或者跟你的共识，可能都没有很明确的保障，所以他会比较盯在后面。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哈，广告回来要继续来讲的是，其实呢，现在川普他们一直以来都在讲说，不会啊，我现在很好啊，我现在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我告诉你，我只是在重定规则，美国终将伟大。但他到底又做了什么？等等回来告诉你。好，我们讲到现在的川普呢，他必须要稳固他内部对他的信心，因为现在看到的就是对于他的这个 approval 呢的满意度调查蛮低的啦哈，所以他要干什么？怎么样号召大家？最厉害，他的老本行做帽子。超会做帽子，最新的帽子是什么？最新的帽子是告诉大家说 ，Trump 2028重写规则，未来一片光明，还甚至写了任何人不得当选总统超过2次的规则。你在问说会不会是这个规则到最后呢被他拿来重写，拿来打破呢？其实川普他现在当然会很在意嘛，因为呢他在做一个所谓的大变革，结果这个大变革呢，他本来告诉大家经济会变好。没有变好啊，变得日子很苦啊，所以呢，现在他第一任期100日是45%，现在比那个支持度还要来得低44%，倒数第1名是他，倒数第2名也是他，川普怎么可以忍受呢？那是不是又是假的？媒体在乱做，他就讲啦，你看那个福斯的荣誉董事长早就讲了，要把这个福斯新闻给撤出来，这里面有很多是讨厌川普。强调造假的民调专家，也就是说，我民调怎么可能那么低？这个绝对是假的，假消息。但是呢，确实目前的状态就是不好。2025第一季度，美国188家企业说破产了，这创了2010年以来的新纪录。在加州这边的港口货运量，我们刚刚讲暴跌嘛，所以呢，美国工人就在讲了，那怎么办呢？我的工作都没有了。其实现在呢，就连美联储的官员都出来讲说，如果说高额关税。最后就是一连串的经济停滞、
通膨，甚至是通滞，那最后就变成失业率飙升了。所以他们在讲降息这件事情，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好好认真的在考虑了。那两边在做账，另一边的状况是什么呢？对于中方来说，大家认为现在可能对他的言会比较有威慑力的，就是在科技层面对他的卡脖子。可是他们现在呢，开始也有一部分自己的能力生出来了。最新传出说，大陆好像对于部分的美国晶片免征关税。也就是说呢，我现在需要它传出啦，储能的那个储存的，它比较能做嘛。后面呢，包括了控制功能啊、放大功能啊，还有其他用途的晶片，这个部分呢，他们现在确实有需求，所以有传出说他们暂停征收这部分的高额关税，但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公部门的一个公开通知，又或者是相关的承认。可是呢，现在台积电警告了，你再这样玩下去的话，其实啦，中方是会先取得先进晶片的。原因是因为先前华为不就已经给大家上了一课吗？到目前呢，他们其实挖各方人才，美国有一些人才回来，他们也开始到各地去挖。最新港媒这边的披露是长兴存储先前说本来呢是有挖了台积电这边的人过去嘛，现在开始是什么？挖日本人过去了。这个都是呢他们在努力在这个部分持续往上走所需要提升的一些人才库开始收拢。然后呢，晶片战争的作者告诉大家，一直以来基本上晶片战争跟区域啊跟能力都有关系，但是如果美国你再这样继续搞下去的话，基本上啦，美国他认为有可能呢是让所有的晶片业没有办法在美国这边好好的生存，反而最后会自废武功。其实华为现在做了什么？华为现在呢说，在下个月已经可以大量出产升腾 910C 了。德国之声就直接讲了，这个就是你的晶片禁令帮了他一把，让他还真的催生出这样的一个能力出来。而且呢，现在也说了，其实华为能够推出这一些，就是针对你现在封了它相关的高阶晶片，那它就自己生出这个高阶晶片，慢慢的你给它堵什么路，它就会往像水流一样往旁边找出它的出路。所以想要请教一下亮哥，反而还真的是川建国 2.0， 但是呢他自己的讲法是，我其实是在重写规则，而且这个是让美国更好的规则。那顶帽子卖50块美金，价值不就卖50块美金？对，民主价值，而且 Made in USA，他有特别写 Made in USA，那贵的有道理啦，不是跟那个义乌买的这个其实那个关税战本来就这样啦，就全面先加税，他第一波也是这样啊，然后再让各个人来寻求豁免，对，所以高通那一波就没有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可是这一波就重伤害，是因为高通，除非啦，它是透过那个 Global Foundry，那是在东南亚做一些代工嘛，如果这样，如果是美国直销的，就全部都停了，145%的税谁受得了？不过中国大陆当然也会去看嘛，它有一些半导体真的需要进口，所以昨天美国那个科磊就大涨，它就是被豁免。那虽然官方没有证实啊，可是股票就先涨了。那这一样啊，美国也对，比如说 iPhone 你可以全部都科125嘛，那美国人怎么买手机？所以他就说 iPhone 的美国价值部分豁免。是，可是问题是 iPhone 的美国价值占几个 percent 啊？我认为美国一定会故意高估，他就会说 iPhone 的美国价值应该有50几%吧。这个大陆人不相信啊，美国就这样自我说服了，因为他不能让它涨太多，不然怎么办呢？那我觉得就是一定有这个部分啊，就是你先全面科了之后，那才发现有一些东西你真的是需要用啊，那就开始寻求各种方式来说法，把它缩小啦，或者各种做法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不要把它理解为双方在让步了，不是啦，总的是完全没有让步，因为你要谈的一定是针对对等关税本身，而不是说有哪些被豁免，这个没有意义了，这是总的啊。比如说，川普在第一届，他事实上卸任的时候，
中国的平均关税就被拉到14.5吧。对，所以我们在谈关税战，就是谈这个14.5，是，而不会去谈高通啊，被豁免，哇，所以目前确实就是也是比较第一阶段啦。可是因为中国大陆已经承受了6年多的贸易战嘛，那科技战承受了5年多，所以他当然会有一些，他就要利用这一次，好好的要逼你要挽回一些嘛，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轻易退让，他要的绝对不是减税了，是不是？你给我退到4月2号之前，那我们来谈，那我就多买你的东西，我觉得不会是这样。我认为他会要你半导体对我的制裁，你整个给我取消掉。所以就是把第一任的位要回来。我认为一定是这样玩不然你要玩什么呢？因为这样不叫做减税，那减那14.5%，对中国大陆意义也不大。是，所以我认为他一定是要他真的要的东西。那比较可能就是科技战的部分。就毕竟呢，他科技战是他在第一任的时候就开始打了嘛，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大家才会说他是川建国2.0嘛。因为呢，第一任那个华为战就是让现在的华为它可以做出升腾910C嘛。要请教大中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对，因为川普第一任这个一开始是关税战，2018年，然后到末期开始科技战，然后拜登呢承袭川普的政策但是更看重是科技制裁掐脖子。那过去这7年多的时间，老实说，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这种制裁，不管是科技或是关税贸易，基本上都是叠加的，你鲜少看到往回把东西筹码拿掉。对。那现在像刚才这个亮哥所提到的，也许是北京目前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就是不够，要回到4月2号之前之外，我真正这个关心的地方，可能也不只是所谓的美国在意的这个多年来的长期贸易失衡。或是贸易赤字，我还有其他东西。那当然呢，其他的比如说像台湾议题，他可能趁机也把它放在里面，希望川普做出某种程度的保证。我觉得这个是也还是一整个一盘棋所以目前来看，就是看川普的这个政策，还有北京是不是愿意正式接招。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明确的接招迹象。当然，我刚才有提到说，这2礼拜看到比较多。川普自己还有川普的决策官员的一些讲话，其实耐人寻味的。比如说贝森特，他一开始讲法也是非常强硬，可是在2天之前，在这华府的全球经济协会的讲法，我会说他的基调变这个软中带硬，中间为基调，但是还是会批判中国。批判哪里？批判说这个 IMF 还有世界银行，您早就应该把中国移出所谓的开发中国家。但这种讲法，其实美国国内早就有人讲，不是1天2天，国会讲的人非常非常多。那当然，他还有会提到说，比如说你这个中国大陆可能太仰赖这个出口，他甚至呼应中国大陆这几年常讲的双循环他意思是说，你还是太过度仰赖这个对外出口啦，尤其是太看重美国的市场啦，要增加所谓的这个内部的消费增加内部的这些消费，扩大内需。假设能够做到这些，其实有很多合作的空间。这是贝森特的讲法。我觉得从1月20号到现在，应该是贝森特口中里面对中国大陆比较软性的讲法。批判的还有，但整个基调我觉得是往下弄得比较柔和。为什么？其实就是目前华府所承受的压力，因为你所期待的主帅出场，就像川普1.0的时候，所向披靡，你要见谁就见谁，金正恩还可以见3次。那2017年就可以邀请习近平来美国这个海湖庄园碰面，但是2.0的时候，反而这一招好像行不太通。唯一好像有点点进展的，就是普亭愿意接你的电话，但整个俄乌的形势也不如你预期。所以，因为川普目前面临到的压力是非常非常高，他会比较希望说，在美中这一块，至少能够让整个氛围软化。对刚才所讲，包括美国国内的经济市场而言，都不是那么悲观，至少给大家有个期待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呢，用时间换取空间，慢慢走上可以上谈判桌。但假设真的上谈判桌，美中这一局谈的东西一定是最复杂、最艰难能够达到的。那第3点就是刚讲的那个帽子也很有趣，就是川普感觉起来对第3任还是没有完全的死心。否则他的回答的方法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他不想太快被人家视为是跛脚。
啊，所以那个帽子里面是50块美金，同时他一件 T 恤就是改变规则、重写规则，36块美金啊，36块稍微低一些，但是因为这是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 Made in USA， Made in USA， 所以我强调们再来要强调这看，点，这可以体会他的心情，因为他学的时间非常有限，那他不希望被人家定位为就做4年，太快下定论，这对他战略战术上是非常不利的。是4年下来，请教一下将军怎么样来看？来，请教将军。我跟你讲啊，哎，中国古代的皇帝为什么3宫6院72妃呢？怕没儿子。川普呢，现在这4年他成功的公算很低，他希望能够撑8年把它做完了，他就是能做成功了，他就是美国真的伟人了。然后这4年做不成功下台，那个多狼狈。他会被清算的，老百姓会对他唾弃的。所以他为什么急着？川普2028已经把心里讲出来了。对，我想办法修宪让我能够连任。因为马斯克不能够接啊，他现在养的那一群内阁没有一个像样能够有能力接川普的盘嘛。川普为什么这么乱？他只信得过他带来的那些人，又不专业。这个关税为什么要延90天呢？每个国家跟你的商品来来往往几百种、几千种。哪一种是对美国有利的？譬如说，我把晶片加了税，那苹果就不要玩了。那苹果在美国国会有没有游说团体啊？有啊，对不对？那很多企业哪个是要对人家好一点，哪个是要拉得更高？你仓促一个对等谈判，关税就能够 cover 吗？所以为什么全世界国家不接受呢？你这个是不讲理的嘛，对不对？有的事情你赚我一点，我亏那一点，我们能够扯到平衡。这世界生意就是这样做的嘛。有的是工业国家，有的是农业国家，有的是这个服务业的，各有所长嘛。你 free trade 自由贸易才能够平衡嘛。你搞这么一个游戏规则，你又定不出来。现在关税问题就是它定不出来，而且有人带头跟你使杠。那中国大陆是一群绵羊里面只要有一头站起来跟你硬干一场的时候，后面群起效应就出来了。我觉得川普被什么东西逼的？6月的美债啊，要逼人家去买30年新债，100年，30年买债的人还活不活啊？100年你美国还在不在？这个问题谁敢买呢？所以好戏啊，我是看6月。我看你怎么弄。有谁去利率定到4.5%了，这么高了，人家敢不敢冒这个险？你想赚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所以就最简单。我们市面上就讲了嘛，你贪我的利息，我贪你的本金，庞氏骗局就是这样搞的嘛，对不对？所以问题啊，川普越搞越糗，一天到晚就来打电话来。到时候是他打电话去，还对方不晓得接不接了，用个什么层次的人接也不一定，对不对？这个就是说，你消掰过头了，让人家每一个领袖受不了了，对不对？那你对每个元首都是 kiss my ass 嘛，不可能嘛。所以我讲，他这场闹剧啊，是大家都受伤，得看谁的底气长。关税战、科技战之外呢，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川普来说，他心里面可能最害怕面对的是什么？是他内部对他的那个民意上面、舆论上面的压力，那可能才是他真正心中会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其实与此同时，国际间也好多大家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化学变化正在产生，等等会来说。好，大家来看到的是呢，现在在美国在干嘛？在开重要的经济会议，1年1度的 IMF 呢，现在正在开会。那总裁呼吁大家赶快啦，贸易争端解决一下。现在全球经济重伤害，确实，你去看他现在今年的报告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经济预测下调啦。德国呢，德国经济部长更惨了，说今年德国经济预计将会陷入停滞，也就是无法实现增长。那对于德国来说，好不容易今年才想说，是不是可以往上推一下？结果现在呢，今年经济增长率已经调到了是0%。
问题在哪里？这川普啊，川普的关税让他大伤元气，所以呢，欧洲现在怎么样？开始自己找路走了。来，中欧现在呢，悄然的靠拢，要释放关系回暖的讯号，包括说先前不是有一些欧洲议会的议员被制裁吗？现在的谈判呢，这个欧洲议会的议长讲，确实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这某种层面来说，都是一个善意。瑞士的外交部长也直接讲啦，关税战不会为任何国家带来好处。他讲这个话，我相信他心里一定很痛啊。原因是因为他对美是零关税，结果呢，他现在怎么样？巧克力遭殃啦，手表遭殃啦，他就觉得说，我明明就也没把你怎么样，你为什么就把我也直接杀下去了呢？王毅现在在会见瑞士的联邦委员兼外长的时候，甚至就直接讲了，你看看，所以朋友慎选哈，双方要加快来推进自贸协定的升级谈判。同时呢，在瑞士外长访北京的时候，他就直接讲说，绝对不允许世界退回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是什么？弱肉强食嘛。那到底谁能够站到最后？其实目前市场上是有一个公平机制存在的 ，WTO 是存在的。那当时不也是美国你们要开始讲，然后建立这样子的一个机制？但现在为什么不照游戏规则玩了呢？到目前为止呢，商务部这边在讲中欧的部分，都是原本的这些贸易呀、等等的，比如汽车关税等等的问题，大家重新来谈，好好的来处理这个摩擦。然后呢，大陆的车企现在呢也开始发现了，如果说呢来看车的，已经不只是什么，不只是欧洲人哈，还有拉丁美洲的啦，还有中东的记者啊，现在都来上海的车展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样有趣的车，有没有什么样新款的车，所以突然之间，反而帮美方的问题给中方打开了另一个新市场，甚至呢，荷兰网红直接讲，有很多的外国人是喜欢中国的新能源车的，还讲到了很多的品牌啊，等等等，说有更多的中方的车子是销往欧洲去。这一位是谁？这一位呢，其实是在这个上海车展上面，有人就直接问到他怎么样来看中国车，来看他怎么说。Adult because the Chinese cars are not and they don't follow anymore the European design, but they don't need the Europeans anymore because their design is now adult. 好。以前欧洲人在看中国车的时候，因为毕竟那个就是美欧西方的强项嘛，所以他觉得说，哎呀，小孩子刚起步。现在他竟然说成年人了，所以看到他的一些变化，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如果这个变化正在发生的话，那世界另一个大变化就是关税战之后 ，IMF 直接讲了，不要再搞下去了，大家都被你搞完了。对了，可是没有人会听到 IMF 的话。现在你只能够自求多福，大家抱团取暖啊，不然怎么办呢？事实上，中国大陆跟欧洲的接近啊，当然有利益的部分啊，是，那主要就是既有规则的遵守嘛，就多边主义，还有自由贸易，对，就 WTO 嘛，对，所以中国大陆倒没有举起什么新的旗帜啦，他就说既有的规则我们都要坚守啊，所以这个诉求不止欧洲人接受啊。包括东南亚，包括日本、韩国，所以你看，最近日本也有不少商社也去大陆嘛，是，对不对？那事实上，我们看欧洲有一些国家真的在做出一些比较明显的调整啊，比如说德国它宣布华为是5G 的可信任伙伴，这个是很大的突破，很大的改变。那比如说这个英国算是美国最亲的国家啊，他就直接讲白了，说我们不可能跟中国脱钩，把话讲到这么白啊。那比如说各国可能会到中国得到美国本来出口到中国的订单嘛，就开始转给欧洲的伙伴啊，还有日本、韩国等等啊，市场已经发生了啦，比如说西班牙猪肉，就得到更大的订单，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可能不会停止哦，因为川普这个人他不会轻易让步的啦，因为他上任才100日，如果这个议题毫无进展，那大概接下来3年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就会僵一阵
那这样一阵，你就让中国大陆有很多空间啊，去跟各国抱团取暖啊。比如说你刚刚讲到这个欧洲议会啊，对，因为这个事实上就是中欧投资协定卡住的主因啊。因为中国大陆有对欧洲议会个别议员做制裁，那中国大陆如果愿意在这里做让步，那等于中欧投资协定搞不好要回来了。这个是2019年之后就卡住的。对，因为现在连冯德莱恩在民主党执政的时候，拜登啊，他多亲布林肯啊，对不对？那现在整个都基调都变了啊，因为对他来讲，川普更令人讨厌。这个不是针对美国啦，是针对川普。是，我认为西方欧洲啦，欧洲也有一个政治结盟上的隐含呐，他在跟美国民主党联手啦。对，那就刚好在这个议题上跟中国大陆不谋而合。所以你可以预期很多进展啊，比如说他决定不对中国的电动车课关税。这个其实就影响很大。这个也蛮重要的。对，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脱离 WTO 嘛。是，那我就跟中国商议，你把车子定个最低价吧，你就加价啦，卖贵一点，卖贵一点。那所以中国电动车很高兴啊，他拿到利润啊，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本来不想双赢嘛，双赢嘛。所以也不要让我欧洲面临那么大的竞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慢慢在暖化的一个证明啊。各国都有类似的迹象。毕竟像电动车这个，先前是什么？商务部长去走了一趟啊，谈好像很难谈嘛。可是现在川普助攻啊，4月2号才公布，到目前为止23天而已，已经搞成这样了。来请教大钟老师怎么预测？对，因为我们知道前几年其实中国大陆跟欧洲关系是不好，非常不好。但里面有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当然是美国的政策，希望是拉拢欧洲的盟国伙伴去潜在去压制中国大陆发展。那第二个可能还是跟一些议题哈，比如说这个人权啦、民主的议题高唱入云有关。那第三个跟俄乌战争有间接关系哈，因为当这个有一些东欧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是厌恶俄罗斯，对，那他们连带会对北京的政策或不满。是，但是现在其实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已经蛮明显的，也不能叫蛛丝马迹哈。其实里面最重要的关键因素就是川普的政策。就像刚才所讲的，这个现在在谈什么？在谈北京在谈要解除对于一些欧洲议会议员跟个别国家议会的议员的这个制裁。为什么会有这个制裁？最早是2021年3月，就是刚拜登上任没有多久啊，其实一些欧洲联盟还有跟部分的欧美国家在因为新疆的议题制裁中国大陆的官员，还有一些实体。那中国大陆一定反制，反制的结果就是反而去制裁这些站在前面的这些议员啊，欧洲议会议员，所以一直到今天哈，那前一阵子已经释放出一些蛛丝马迹，说再谈，但是通常是欧洲没有很热络，但现在呢是正面大方宣告说我们在进行最后一步的一些协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第二个关键就是刚才所讲电动车，电动车谈了这么久，欧洲调查这么久，最后做成这么强硬的，加了这么多的关税，大家知道吗？这些中国大陆的车厂最高从10%的底再往上叠加，最高被课到45%，有些车厂。但是在过去中国大陆寻求的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刚才所讲的，可能用一些比如说最低价格啊，当时谈的是3万欧元，去年年底，欧洲不接受哦，那现在居然可以35000欧元，那中国大陆觉得这还是有利可图。那这些为什么会突然这时候可以？其实就是川普的政策。那还有是不只是欧盟的态度有些微的变化，其实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英国的财政大臣正在跟贝森特谈判。其实他的讲法出访之前也是个策略应用。对，他说中国是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如果我们英国不跟他打交道，就愚蠢之极。这也是个策略应用，也是个喊话。那到了美国之后，他的讲法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他说不急于谈成结果，但是也许可能会谈成结果，但是一切的谈判要以英国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这是英国谈判代表所讲的话，我觉得这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是，请教一下将军。我讲欧洲的经济啊，虽然波罗的3小国是反俄的，是，但是它欧洲不是一个主体国家。欧洲的经济指标先看德国，再看法国嘛。
那德国在我们成长的这一辈子里面，始终认为德国货是最坚牢、最可靠、最精密的东西，就是德国货嘛。那汽车工业更是这样子啊。那德国现在面临成长 ，GDP 成长快要变0了，对他来讲是很大的危机嘛。以前也跟着欧洲讲，哎呀，我要禁核，现在电也不够，石油要从俄罗斯进口又禁掉了，所以它的经济成长前途很难看了。美国这样一搞，德国的高价位的车子到美国去要课了关税，那中国大陆的比亚迪又要进来。你像我们买车的哈，假定我是开计程车的，我在乎这个油料的 mileage。一般买车的看外形啊、性能啊，喜欢搞车子的看几秒钟可以到100啊。对，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普罗大众啊，你可以看以前这个 BMW 出什么外形，日本的车就抄袭，因为车体的设计流线型啊是吸引很多人的目光。那以前日本在模仿欧美的，那台湾在模仿，对不对？现在慢慢看大陆已经脱离了，所以这个成熟不只是技术上的成熟，连风格上都已经脱离，就完全是模仿了，甚至于我有一点超越，会有点想象。上次那个什么歌不是开的车子开到水里面去，那个叫甲亢哥，对，美国的甲亢哥哈。你像一般人的印象里，我们车子碰了台风天，那个水泡的轮胎一半，车子就完了。这个不管是倾斜也好，马达引擎都受损，他那个做到那个地步，代表汽车工艺上他已经可以超英赶美了。所以这个问题哈，生意是很现实的。你英国盟友再好的关系，比不上自己老百姓要吃饭呢。我有个朋友的女儿在英国读书，她贵得要死啊，生活费也不得了啊。英国经济并不好所以欧洲现在面临美国这么一搅和，它当然跟中国要产生关系嘛，货要流嘛，有生意做各取所需嘛。所以川普这样搞了他自己的盟邦是有点众叛亲离，所以这个国内又是反抗的，就刚刚讲的民主党又跟欧洲又配合起来了嘛，所以还是有些媒体对你川普的政策，再加上100多个经济学专家联名在抵抗，在反对，你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手段上这么粗暴，然后让我讲的有感嘛。中国大陆反制东西项目不多，但是样样都让老百姓有感，这才要命呢。加上美债的处理，你看好了，川普到了7月份，他的政治声望还能维持现在的40%，我都表示怀疑啊。所以这个问题，贸易战损人不利己，小白自大的，今天就是马上看了要自食恶果。所以我不看好川普能够延续下去。他的基本选民是农人、工人、畜牧业、机械业，这3个都被制裁得很惨了。被中国制裁得很惨了。我看过美国的农家，